小姑娘，哪有昨天认识今天就结婚的？你是不是被迫的？你要是被迫的，就给大姐眨眨眼，大姐替你报警。傅佳佳，录之前那个混蛋居然劈腿，我好难过呀。不管，男人和动作片，你选一个给我送过来，我在1828等你。傅佳佳可以啊，找了一个跟我老板一模一样的男模。徐景欢，这一次你伤了我的嘴唇，不是我让你再疼两次。对不起啊，傅总，你看我能做些什么？你才不追究我的责任。我呢刚好缺一个结婚对象，你就跟我结婚1年，期间做好傅太太应该履行的职责。我们是自愿的。傅总，我知道你跟我结婚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别人知道的。好，那按照约定，明天你要搬到我家去。这也太仓促了吧？昨天可是我的第一次，你把我睡了。啊，行，我一会儿下班就回去收拾东西。傅总，您在人群中看了一眼就喜欢了许小姐10年，为什么不当面跟她表白？她自幼父母走失之后就一直住在孤儿院了，难免性格会敏感了。如果我这个时候向她表白，吓到她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您先是一招请君入瓮，然后再对许小姐攻心为上，这追妻36计，妙啊！哎，对了，佳佳回国之后就隐藏了富家千金的身份，在公司工作。刚好她和清欢也是朋友，你让她多照顾照顾清欢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拿钱双倍。放心吧，傅总。宝宝，官宣了，我们副总官宣了。什么？不是说好隐婚的吗？现实动照他就发出来了。你是年少欢喜，反过来就是喜欢的少年时。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该不会和我们副总结婚的人是你吧？佳佳，你乱说什么呢？我这个3无人员怎么可能配得上副总？什么是3无人员？没资历，没背景，没人脉。你这不是还有我的吗？我有你就够了。副总那种白日梦不是你我可想的。我倒是希望副总的结婚对象是你呢，这样我的亲嫂子就会是我好闺蜜啦。有些人还真的是癞蛤蟆跳秤砣呀，
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人家副总可是有青梅竹马的，是和咱们公司合作的夏氏集团的千金夏婉瑜。传闻傅夏两家从小定下婚约，傅总去年求婚夏婉瑜失败，他就出国了。不过我听说他昨天已经回来了，说不定傅总的隐婚对象就是他呢。而且啊，你看这 F 是副总，这 X 西压夏肯定就是夏婉瑜啊。对，还有这0825，我在杂志上见过夏婉瑜的资料，她就是8月份的，一定是的。有些人啊，就不要肖想做总裁夫人的白日梦了。原来傅燕石和我结婚，再晒出结婚证，是想刺激夏婉瑜。合约1年，是不想我以后缠着她。胡说八道！傅总怎么可能会看上夏婉瑜那样的差里差气的女人？你凭什么说傅总看不上夏小姐呀？难不成他还喜欢许清欢呀？那是我哥，我能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吗？啊！哼！副总来了！不知道算是谁的错，两个人变得话不多。这得过且过。我主动曝光结婚证，宣示他的所有权。现在的他一定感动的要哭了。夏婉瑜要来我们公司上班，现在就在副总办公室呢。叶石，好久不见。副总，你别看我呀，这是老太太安排夏小姐当财务总监的，无能为力呀。这里好像不是夏总监应该办公的地方。叶石，这是这个月傅氏集团的财务报表，你看看。不用了，你呢要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理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小姐，您在国外这1年，副总身边都没出现任何女人。不过，从前2天开始，副总跟一个叫许清欢的小员工走得很近。许清欢，许清欢，你给我等着！天哪！夏总监真好，刚来就给我们涨了10%的工资，连涨工资的事儿都能说了算，看来这夏总监是板上钉钉的总裁夫人啊！宝宝，你可是咱们的模范员工，让我看看你发了多少奖金啊？个十百金，1700，这怎么可能嘛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财务。佳佳，夏总监，清欢工龄3年，每个月都是业绩第一，凭什么其他人的工资都涨了，就他还降了？那就要问问他了。不行，昨晚刚把傅燕石给睡了，本来就亏欠他，还是不要招惹他喜欢的人了。清欢，没事，今天就算是副总在这里，他也得给你把工资问清楚。傅氏家大业大，不差你们的仨瓜俩枣。还有，既然工资差别人太多，那就要问问自己，到底有没有努力工作。这巴掌还给夏总监，我工作没什么好反思的，还是和你好好算算账吧。亏欠傅燕石是一回事，但也没有人欺负我之后，还可以得寸进尺的欺负我朋友。好，你想算是吧？我就跟你算个算清楚。你是3级员工，底薪4500，加上提成3000，也就是7600。但这个月除了双休8天，剩下22天，你迟到13天，早退4天。我迟到13天是在跑汉阳的项目，早退4天也是和汉阳在看场地。我都有在公司群里提前说过，
没有部门发的双条，我就只按本子上的形式，按照公司规定，迟到一次扣300，早退完空工扣500，一共就是5900。请问我只发你1700的工资，有问题吗？按照你这么说，公司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出说明条，凭什么就扣我一个人工资啊？就是，就凭这是验时说的，让我看着处理。许清华，你不过是个没爹没妈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你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。虽然是我把傅衍石给睡了，但他也占了我的便宜，凭什么我要做他和夏婉瑜爱情里面配的一环？许清欢，叶良，你太认的时候是会感冒的。傅总，我昨晚睡了你是我的问题，但我就是一个小职员，也不能为你的爱情计划推波助澜吧？要不咱俩的合约就算了呗。好，违约金100万。100万？你坑我！你睡了我要补偿，我是天经地义的，怎么算我坑你呢？算了，这个月工资连房租都交不起，哪里还有钱付违约金啊？让开！我帮你吧。不用。喂，孙特助，你去查一下，今天许清欢在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很好，这个夏婉瑜既然这么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，那就按他说的，从明天起迟到早退的，拿不出说明条，一律给我扣工资。这些都是为夏婉瑜准备的吧？清欢，看来傅彦石担心夏婉瑜知道我们同居，已经先去公司了。起床了，吃早餐吧。你起这么早不是为了去公司，而是为了给我做早餐？老公给老婆做饭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我俩是假夫妻。哎，你尝尝，看看好不好吃。毕竟我也是第一次。追妻36季第3季，想要拴住一个女人的心，就要先拴住她的胃。你把我照片摆在家里，不怕被别人看到，发现咱俩的关系啊？我就是故意想让人发现。他是想让夏婉瑜看见，故意让她吃醋吧？毕竟你刚刚搬进来住嘛，我希望家里面到处充满你的痕迹，这样住起来你也不会感觉太陌生。早啊，大家！唉，夏夏，大家这都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唉，宝宝，你还不知道吧？
昨天晚上副总发话，但凡跟你一样迟到早退的人，全部都得扣工资。现在大家都恨死夏婉瑜了，听说有人在他的咖啡里面放了蟑螂，还有人在他的抽屉里面放了老鼠。徐清华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副总，还是您的办法厉害。现在大家对夏婉瑜是怨声载道，不过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工资以奖金的形式发放下去了。清欢知道我替他出头，有没有很开心啊？副总，许小姐好像没有很高兴的样子。不过副总，你可以按照这个办法。可是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吓到他呀？哎呀，副总，只要你按照我的办法去勾引许小姐，她一定会受不了的。有道理，有道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只要能让清欢开心，做点牺牲也不是不可以。去，现在就送到清欢那去。好的，副总。怎么都没叫你叫？对不起啊，夏总监，这个是总裁交给您的东西。总裁？是的。今晚8点，我在家等你，有惊喜。是厌食啊！哎，我就知道，厌食肯定是喜欢